一场国际比赛硬生生的被这两个小姑娘弄成了队内训练赛。外国选手现在看到全红婵和陈芋汐，估计都头疼，对比赛一点期待都没有，每次就只能静静的看这俩神仙打架，没有一点游戏体验。好不容易熬过了服装世锦赛，这次德国跳水世界杯中，这俩小姑娘又来搞事情。这一次她们将用怎样的表现来征服世人呢？2023年8月6日，坐标德国佐利奥罗巴体育公园，这场令全世界瞩目的女子10米台决赛将再次举行。刚刚在服装世锦赛拿到单双人金牌的全红婵和陈芋汐，这一次又马不停蹄的赶到了这里，参加这场跳水世界杯的超级决赛。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不言而喻，能进入决赛的都是这个项目中绝对的强者。可以看到很多外国选手都是老熟人，他们在全红婵和陈芋汐不断的打击之下，这些年也是进步了不少。某种意义上，全红婵、陈芋汐每一次不仅仅在比赛，其实也是在给外国选手免费的示范教学。那么接下来我们闲话不多说，一起来看全老师和陈老师开课。首先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他的第一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加拿大选手的入水控制还欠点火候，这一跳得到了66.00分。随后是德国选手的第一跳，选择5253，低难度系数3.2。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得到了64.00分，选择6243，低难度系数3.2。斯潘多里尼不愧是全红婵的好朋友。这些年真的进步了不少，这一跳成功拿到了72.00分。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一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简直太惊艳了！从慢动作可以看出，全红婵的107比加拿大选手细腻太多了，每个动作的衔接都行云流水。最后得到了78.00分。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一跳同样是107，低难度系数3.2。陈芋汐同样用完美一跳回应了队友全红婵，最后得到了84.00分。从第一轮就开启了神仙打架的篇章，陈芋汐以6分之差暂时排第一。进入第二轮，加拿大选手的第二跳，选择3054，低难度系数2.8，最后得到了63.00分。德国选手的第二跳是107，低难度系数3.2。外国选手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显然是不够的，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只拿到了54.00分。英国选手的第二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不错不错。也只有斯潘多里尼能看到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尾灯，他的第二跳发挥出色，最后得到了76.8分。看来是从全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英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二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我的天啊！全红婵的407，既仿佛就像一根针掉入了水中，水的处理能力也太强了。第一跳也毫无疑问得到了91.2分。我们看陈芋汐的第二跳，同样是407，低难度系数3.2。虽然没有全红婵那么恐怖，但是这一跳也稳稳的拿到了76.8分。这一轮全红婵凭借出色的发挥反超了陈芋汐，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真是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呀！让我们来看第三轮，加拿大选手的第三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加拿大选手倒是一直很稳定，最后得到了72.00分。德国选手的第三跳，选择205，低难度系数2.9。这一跳德国选手本想降低难度提高质量，可惜最后动作质量也没有多高，只得到了52.2分。英国选手的第三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最后得到了67.5分。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三跳，选择6243，低难度系数3.2。全红婵一个臂力动作，轻轻松松再取83.2分。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三跳，选择626，低难度系数3.3，同样也得到了79.2分。这一轮，两位中国选手均提高了动作难度，提前拉开了和中文的分差。下面来到关键的第四跳，外国选手到底能否顶住两位王者的压迫呢？加拿大选手的第四跳，选择207，难度系数3.3。加拿大选手的这一跳身体打开的有些晚，最后只得到了49.5分。德国选手的第四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当难度升级后，外国选手也开始认真起来了。德国选手的第四跳选择305，低难度系数2.8。另
后得到了60.2分。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4跳，选的207C 难度系数3.3，真的太可惜了。全红婵的207膝盖出现了失误，最后只得到了69.3分。此时陈芋汐的机会来了，她的第4跳同样是207C 难度系数3.3。不得不说，虽然全红婵有时的单跳动作确实非常惊艳，但相比来说，陈芋汐更加稳定，凭借这一跳的89.1分，陈芋汐再次完成了反超，以329.1的总分排名第1，而全红婵仅落后7分，排名第2。此时还剩最后一跳，这一次全红婵和陈芋汐谁才能笑到最后呢？能进入最终的对决。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 ，B 难度系数3.2。哎呦，不错！加拿大选手突然灵光乍现。这一跳得到了73.6分，必须给个鸡腿鼓励一下。德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6243 ，B 难度系数3.2，最后得到了67.2分。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 ，B 难度系数3.2。关键时刻，斯潘多里尼出现了重大失误，只得到了54.4分。小姑娘也是非常自责，没有关系，你已经非常棒了。接下来就是令人心潮澎湃的冠军之争。首先我们来看全红婵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 ，B 难度系数3.2，简直无懈可击。在得到了86.4分后，全红婵成功将压力抛给了陈芋汐。陈芋汐的最后一跳同样是5253，让我们屏住呼吸，千万不要眨眼。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最后时刻，两位中国选手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纷纷上演属于王者之间的极致表演。陈芋汐凭借91.2分的最后一跳，力压队友全红婵夺得冠军。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比赛，为你们鼓掌点赞。Sun creeping through the blinds, wake up my sleepy head, dreams fading into light, gotta get out of this bed, stretch my arms to the sky, new day is calling. 不得不说，中国跳水实在是太选了，就这套阵容里随便哪一个拉出去，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接下来闲话不多说，一起来进入这场刺激的王者之争。首先登场的是佳洁士组合，他们选择201B 难度系数2.0，这也不错啊。稳定一跳，最后得到了48.6分。接下来就是红玉组合，同样是201B 难度系数2.0，太完美了！这两人加一起还没有一个人的水花大。第一跳就获得了53.4分，第一轮红玉组合暂排第一，而佳洁士组合则位于第3名。来到第2轮，佳洁士组合的第2跳，最后得到了49.2分。红玉组合的第2跳，哇，也是几乎完美啊！再次得到了54.00分。第2轮佳洁士组合反超至第2名，红玉组合仍然稳居第一。佳洁士组合的第3跳，最后得到了71.00分。红玉组合的第3跳，再次得到了82.8分的高分。这一轮红玉组合继续拉开分差。不得不说，当全红婵和陈芋汐合体后，简直太强了，放眼全世界都是属于非常强的组合。来看关键的第4轮，佳洁士组合的407C 难度系数3.2，非常好，团个人也是稳住了。这一跳再次得到了75.84分，其实这一跳的质量非常好，但是无奈接下来上场的两个人太强了。我们来看红玉组合的第4跳。从侧面看，两人的动作就好像复制粘贴一般，轻轻松松再次拿到了86.4分的高分。此时的比赛仿佛变成了全红婵和陈芋汐的表演赛，所有人都变成了他们的粉丝。还剩最后一跳，人们都想知道红玉组合到底能创造怎样的神迹。佳洁士组合的最后一跳，最后得到了71.04分。接下来就是红玉组合的最后一跳，大家屏住呼吸，千万不要眨眼。最
最后红玉组合以绝对实力拿到本次比赛的冠军，让全世界的观众大饱眼福，让我们为中国跳水梦之队鼓掌点赞，为红玉组合鼓掌点赞。